日前，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发文揭露，在2022年9月26号发生的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事件，是由美国谋划主导，连同挪威共同实施的。消息一出，在全球舆论场掀起轩然大波。美国白宫和中央情报局急忙否认，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透露，目前有必要进行公开的国际调查，并惩罚肇事者。那么，北溪管道是被什么爆炸物以怎样的技术手段炸毁的？传闻美国动手还与德国有关，真相何时能水落石出？本期节目，评论员杜文龙、宋中平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来掌握最新消息。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在其发表的《美国如何炸毁北溪管道》报道中，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2021年12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主持召开一次会议，与会者是新成立的应对俄对乌行动跨部门工作组成员，他们来自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国务院等部门。沙利文意在让与会者制定破坏北溪1、北溪2管道的计划。这说明美国军政高层很早就在秘密谋划摧毁被他们认为是眼中钉、肉中刺的北溪管道。而且，赫什的报道有着大量由匿名信源提供的美国政府是如何策划和实施的细节。文章指出，美国军方是在总统拜登授意下实施的破坏行动。2022年6月，北约举行波罗的海行动年度军事演习期间，美海军潜水员在北溪管道上安放远程遥控炸弹。同年9月26号，挪威军机投下声纳浮标引爆炸弹，破坏了北溪1和北溪24条管线中的3条。爆炸发生后，西方媒体第一时间就引导舆论，声称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爆炸。然而，各方都清楚，北溪管道被炸对俄罗斯是百害而无一利，反而美国才是最大的获利者。欧洲议会议员古纳尔·贝克曾表示，美国破坏北溪管道是为了不让俄罗斯与德国开展经济合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号在接受采访时说，实际上，美国官员们承认北溪1和北溪2的爆炸是他们所为。现在甚至会很高兴地谈论这件事。拉夫罗夫指出，美国这么做是为了摧毁以俄罗斯能源和德国技术为基础成立的强大联盟，因为这个联盟威胁到了许多美国公司的垄断地位。赫什的文章是否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的那般不值得推敲？根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此前的报道，在去年6月举行的波罗的海行动演习中，包括美国、比利时、荷兰、波兰、土耳其和英国等14个北约成员国，以及瑞典和芬兰2个北约伙伴国家的40余艘舰艇、75架飞机和7000余名人员参加了演习。演习内容包括2栖作战、射击、反潜、防空、扫雷、爆炸物处置、水下无人潜航器使用以及医疗响应等一系列科目。这次演习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波罗的海的南部，而遭到破坏的北溪天然气管道正好就在这一区域附近。你如果用军事的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深水炸弹，因为我们知道深水炸弹是要炸潜艇的，潜艇下潜的深度可以上百米，而你这个管道只有几十米，所以我们说你用深水炸弹完全可以把管道给炸了。第二点，你可以布放水雷，因为水雷的威力也是非常巨大的，水雷也足以把这样的管道给破坏掉。还有呢，就是无人潜航器，通过无人潜航器把这个爆炸物运送到相关的这些位置上，也就管道的附近，然后实施相关的爆破。它是一个民用的设备，你是用军事上的手段，或者是说类似于恐怖袭击的这种方式去把一个民用的设备给破坏掉，那显然是要受到全世界的这个指责的。而且你将来这么干的话，那人家反过来也可以破坏你的民用设施。无论是谁干的这件事，他都不会承认，只要不被抓住手腕，他一定不会承认。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日前发表有关美国总统拜登亲自下令炸掉北溪天然气管道的报道，在全球范围引起轩然大波。如果内容属实的话，美国开创了军队在非战争场景下袭击大型关键民用基础设施的危险先例。杜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这是美国混合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大国竞争时代开始之后，对于大国竞争
冷战期间的作战方式正在出现大的变化和调整。如果动用军队设施在战场之外，对他国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进行各种袭击行动，也成为美国军队的重要任务之一。如果从恐怖主义定义角度去说，完全是国家恐怖主义。但目前美国双重标准，如果其他国家对美国进行类似的打击行动，他认定是恐怖主义。但是美国如果动用自己的国家军事能力对这类目标发动袭击行动，美国认为是混合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美国将中国民用气球污蔑为间谍气球，炒作得沸沸扬扬。然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日前表示，对赫什关于北溪被炸的爆料文章并未在西方媒体广泛传播，这令俄方感到惊讶。杜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美国的战场不光是在硝烟战火的层次，同时呢，在舆论战、认知方面正在有快速的进步和发展。气球事件，美国炒得沸沸扬扬，甚至要联合40个国家共同应对气球。但是对于破坏北溪管道，特别是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美国政府三缄其口，在舆论方面也有高效的控制，也说明呢，今后无论是基于网络信息战，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作战行动，美国正在进行实际控制。如果能够在舆论方面，放大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把自己不利的舆论，进行各种约束效果，这样呢，对美国国际形象会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通过舆论的这种污蔑，通过舆论的放大，也可以对主要目标国产生舆论攻击。所以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正在集中所有的资源，把一切能够抹黑削弱对手的手段都当成战争手段。美国正在大力发展水下无人作战系统。美海军曾在一份情报、监视与侦察路线图报告中指出，到2025年将拥有2000套无人潜航器。宋先生，您是如何看美海军打造的水下无人舰队的？那么这些无人潜航器可以实施水下爆破吗？那么无人潜航器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 AOA， 什么意思？它是水下潜航的一个航行器。这个航行器呢，在平时可以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来摸排水的以及海洋的这种水文环境，包括了解这个海的温度、深度，还有它的盐度等等。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一种水生环境，来为对方的潜艇搜潜、反潜来做到相应的准备。同时呢，作为潜航器也可以建立一个数字地图。水下潜航器在平时就是为了建立海战场环境的相关信息，这是基础信息，也是至关重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知道，作为无人潜航器也具备战斗的能力，它本身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微型的潜艇。一方面的话，它是可以对其他国家的水面舰艇甚至水下的潜艇来实施有效的打击，所以让它也成为水中的利器。就像在空中有察打一体的无人机，有攻击性的无人机，同样呢，在水下有侦察的潜航器，也有这种攻击型的潜航器。这样的话，就会让未来的海洋战场更加的无人化，更加符合无人战场的实际需求。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于本月20号至22号到波兰访问，并阐明只要有需要，美国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额外军援。拜登此行恰逢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1号在莫斯科发表国情咨文，撞日子背后有何用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结束欧洲访问回国，英国首相苏纳克承诺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先进的北约战斗机。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不排除在某个阶段为乌克兰提供战斗机。援乌坦克联盟加码战斗机联盟可能性有多高？一旦俄乌冲突升级，美西方军援又能否赶上乌克兰作战计划？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近日表示，拜登将在2月20号至22号访问波兰。据路透社报道，数周以来，拜登的团队一直在商讨如何突出俄乌冲突1周年这个时间点，以塑造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团结形象。2月8号至10号，泽连斯基对欧洲展开了一次未经预告的访问，分别到访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相比不久前的军武援助讨论重点主战坦克，在此次欧洲之行中，泽连斯基的援助诉求已经转向欧洲生产的台风战斗机和美制的 F-16战斗机。泽连斯基暗示他在英国的访问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英国国防部正在讨论可能向乌克兰提供何种战斗机。虽然英国已经宣布在未来几个月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北约战斗机，但英国广播公司 BBC 最新消息称，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表示，英国国防部排除了立即对乌提供战斗机的可能性。他驳斥了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关于英国可以提供100架台风战机的建议。他指出，台风战机是由英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4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需要得到这些国家的许可才可以军援他国。2月9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被问及向乌克兰援助战斗机的可能性时，表示此事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他同时说，战斗机无法在几个月内交付，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欧洲战机需要时间。北约的战斗机如果是提供给乌克兰，那就要从北约的领土上起飞，而这样一来的话，在俄罗斯看来，是不是北约就是直接参战了？这也会导致北约和俄罗斯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也就是说，这种援助战斗机的做法，后果太严重，因此北约现在还没有这个胆子下决定，这就使得北约现在还没有说是要承诺给乌克兰提供战斗机，他也在进行观察。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2月9号表示，在向乌克兰提供战机这一问题上，波兰只会在北约框架下行动。波兰自身的战机数量有限，因而不会成为首个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国家。但只要那些有最多战机的国家向乌提供战机，波兰会积极响应。去年3月，美国曾拒绝了由波兰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斗机的计划，称此举可能直接将美国或北约盟友卷入冲突，从而引发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但据波兰媒体报道称，早在2022年春季，波兰就以散件形式秘密向乌克兰移交了一定数量的米格29战斗机。波兰政府消息人士指出，这些备件包括机身和机翼等。上世纪90年代，在一场意大利进行的视距内空中演习当中，德国空军的米格29对抗其他国家的 F-16。虽然米格29并未对 F-16具有压倒性优势，但是美国空军飞行员发现它的低速机动性十分出色，且超视距能力可以对美系战机构成重大威胁。当时米格29的射手头盔瞄准系统让东德空军的驾驶员能看到哪儿就能锁定到哪儿，其前方攻击区是一个45度的圆锥角。相对而言，同时期在欧洲的北约战斗机必须要将机头指向目标才能够锁定敌方。后来，直到2003年的 F-15C 和 F-16CD 上同样引进了头盔瞄准系统和 AIM-9X 空对空导弹后，才改变了这种形式。不过，美国在1991年检查了德国空军的米格29后，发现其雷达使用过时的卡塞格伦天线，并没有下视能力，雷达告警器的性能并不理想。另外，当时德国空军的23架米格29中，只有6架有随时出动的能力。而波兰在1989年购买了12架米格29，一直将其作为国土防空的主力机型使用。2003年，波兰还曾以象征意义的1欧元价格从德国购得22架米格29，平均下来只要几毛钱一架，即便是算上升级维护的费用，也是大赚的买卖。如今，波兰空军依然有28架米格29在役。近年来，由于与俄罗斯关系恶化，波兰的米格290配件采购越来越困难，这也导致这些战机的维修和保养大不如前。也许波兰政府当下的想法是，既然这些米格29当年是以1欧元从德国购买的，如今白送去乌克兰也不是不可以。乌克兰要求西方国家提供先进战斗机，西方各国却以供应战斗机问题非常复杂为借口，暂缓此话题。那么，杜先生，战斗机为什么不能像坦克那样说给就给呢？那么，援乌战斗机联盟会组队成功吗？目前战机问题非常敏感，一旦有了作战飞机，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就会出现大的变化和调整，特别是今后的对空作战能力、对地毁伤能力都会出现倍增状态，这样对俄罗斯的作战能力的毁伤就会出现大的变化。那么这个损失由谁来承担？俄罗斯就会把目前这个账目记在谁的头上。但是如果提供战机，不是像一架战机这样简单，要有配套的基地，那么谁对基地进行防卫？另外还有配套的燃料弹药。如果在乌克兰境内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北约国家的基地是否可以为乌克兰战机提供维护保养。这个状态下，北约国家有可能会通过提供战机而进入到与俄罗斯对抗的行列之中。北约国家深知，如果直面俄罗斯，损失非常巨大。但是如果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武器装备，自己就可以置身于事外。所以，提供战机很有可能会成为北约国家与俄罗斯直接军事对抗的导火索。这样，很多国家都会在俄罗斯面前承受重大损失。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日前表示，前线每天大约发生100起冲突。宋先生，随着俄乌冲突1周年敏感时间临近，冲突会再次加剧吗？西方国家提供的坦克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吗？我们不得不说一点的话，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的支持乌克兰，这个冲突必然会加剧。一方面的话，就是支持乌克兰的武器装备从之前以防御性为主，到现在以进攻性为主。你像主战坦克、海马斯多管火箭炮，未来也不排除支持战斗机等这些远程的作战装备，甚至也不排除会把远程的导弹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比如陆军战役战术导弹，这些东西都是进攻型的武器装备。而且现在乌克兰又把收复克里米亚半岛，包括顿巴斯地区作为自己的重要的目标，这样的话就会让乌克兰将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来使用西方的武器装备。同时，作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他们不希望看到乌克兰战败。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只有加大援助的力度，才能让乌克兰有和俄罗斯打持久战的能力。那么战胜不容易，但是可以拖住俄罗斯。拖住俄罗斯的目的就是要分裂瓦解俄罗斯，让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不战自溃，达到的是这个目的。所以美国等这些国家也会不断的加大力度。当然呢，从军事冲突的角度来讲的话，将会不断的升级。乌克兰官员近日透露，如果没有美方提供的精准坐标，乌军不会贸然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对俄目标进行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却宣布将限制乌军利用星链为无人机远程攻击导航。这种互相矛盾的信息似乎显示，美国正在利用高科技控制俄乌冲突节奏。乌方再次利用无人机突入俄本土，方向直指莫斯科，想达到什么目的？美方继续切香肠，越过俄方画下红线，会否招致俄方重大报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月9号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总裁肖特维尔承认，该公司已经采取积极措施，阻止乌克兰军队将关键的星链卫星技术用于无人机，以确保星链不被武器化。肖特维尔说，乌克兰方面违反协议，将星链项目武器化，这有悖公司的意愿。乌军出于通信目的利用星链技术可以接受，但不应用于攻击。但他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据有关军事专家介绍，乌军把星链原本自带的接收锅改装成了另外一种轻巧的天线，在安装到无人机上就可以实现全球控制。在很早之前，乌军就使用过这种无人机进行夜间侦察和袭击。乌军还多次在社交媒体上炫耀对星链的开发和应用。马斯克上周在推特上说，不会允许星链用于远程无人机袭击。去年10月，马斯克暗示无法继续为星链在乌运行提供资金，呼吁五角大楼介入，但很快改变立场。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对乌方来说，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已经成为在俄乌冲突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为乌军士兵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网络连接。即使在数字基础设施已经被摧毁的地区也是如此。可以说，目前整个乌克兰军队如果失去星链，就等于回到了战前的水平，而乌军不太可能找到替代方案。于是，对星链依赖很深的乌方急了。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9号作出回应，要求运营星链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俄乌冲突中选边站队。波多利亚克在推特写道：“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需要决定支持乌克兰还是俄罗斯。”据美联社9号报道，暂无迹象显示星链在乌克兰运转受到干扰。乌克兰数字转型部长费多罗夫当天称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所有人马斯克是我方未来胜利最大私人捐赠者之一。费多罗夫同时宣布，德国政府向乌方提供1万个星链终端中的首批已经到位。
费多罗夫去年12月底称，乌克兰境内有大约2.4万个终端，其中大部分来自捐赠。有分析认为，马斯克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为什么会对乌态度突然转变？可能与之前俄罗斯开发出了一种定位系统有关。该系统能在180度扇形区域里探测和确定10公里内星链终端的位置，可同时确定至少64个星链终端的坐标。一旦这种系统投入俄乌冲突，乌克兰境内的星链就会成为精确弹药的打击目标。星链不想引来杀身之祸。严格说，这个球现在还真的在美国一方。就是美国最忌惮俄罗斯使用战略武器、使用核武器啊，包括反卫星武器。俄罗斯是否突破这个红线，就要看美国的所作所为，包括他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力度啊。如果还不断的加码、不断的增加武器的援助，包括增加援助武器的这种性能啊、种类、数量的话，那么有可能俄罗斯真的会突破红线。所以，美国如果要为他自身考虑，不愿意出现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的话，实际上严格的说，他对乌克兰军援的这种收手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乌克兰官员透露，如果没有美方提供的精准坐标，乌军不会贸然使用海马斯火箭炮对俄目标进行打击，释放什么信息？美国是否在利用高科技控制俄乌冲突节奏？军情直播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乌克兰官员透露，如果没有美国方面提供的精准坐标，乌军几乎从不使用海马斯火箭炮。这说明美国利用高科技给乌军下指导棋吗？杜先生，海马斯远程火箭弹的使用，需要高可靠的情报信息。特别是马克31火箭弹70公里射程，如果凭借乌克兰在如此远的距离上没有办法对目标进行侦察和定位。只有美国人通过空天一体的侦察手段，能够对俄罗斯的兵营、基地、弹药库、交通设施构成重大影响。这个状态下，实际上在指挥和指导乌克兰军队使用各种武器装备。海马斯在乌克兰境内的作战行动非常诡异，都是快速射击、快速机动、快速隐藏。目前看呢，俄罗斯军队虽然摧毁过不少目标，但是对海马斯的战果相对有限，所以美国在海马斯的使用方面，无论是作战指导、坐标提供，包括技术维护，都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所以在海马斯的背后，是美国的黑手在主导，乌克兰的作用只是扣动扳机。日前有一架进行过改装的乌方图141无人机在距离莫斯科150公里外爆炸。由于爆炸发生的时间、地点都很敏感，被猜测乌克兰有心将战火引向俄本土。那宋先生，目前西方媒体渲染俄将发起所谓春季大攻势时，乌方再次利用无人机突入俄本土，是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为什么要利用无人机不断的去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包括克里米亚半岛等等这些目标？他就是希望引火烧身，或者说希望把这个战火烧到俄罗斯境内，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要是烧到了境内，就会让俄罗斯国内的老百姓出现反战的情绪，但是它恰恰是误判形势。也就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你要是把战火烧到了俄罗斯境内的话，俄罗斯将会更加疯狂地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实施更加疯狂的报复这种打击。所以作为乌克兰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就地谈判、现地谈判，来解决彼此之间所关切的问题。但是真正要想实现和平谈判的话，乌克兰不是谈判的对手，恰恰是美国和俄罗斯坐起来谈判，才能够解决俄乌军事冲突的最大本质问题。星链公司高管日前表态，将限制乌无人机攻击俄纵深，乌方表示严重不满。有分析认为，这是美方主动撇清乌对俄本土攻击的责任。宋先生，是否美方也认为继续切香肠似的不断越过俄方红线，会招致俄方重大报复，所以对乌克兰无人机加以警告呢？从乌克兰的作战指挥体系来看的话，确实是比较依赖于马斯克所提供的星链系统。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情况，也就是俄罗斯在威胁马斯克，
一方面的话，如果你的星链系统对我构成了直接的威胁的话，我不排除对星链系统这些卫星采取军事行动。当然呢，未必是硬打击，我可以对你进行干扰、致盲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对星链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另外一方面的话，俄罗斯现在研制出一种新的武器装备，这种武器装备的话，可以找到星链系统手持终端的用户。如果找到了这个用户，无论你是班组还是某一方，那么对方将会用先进的武器装备直接打击你这个用户，这样的话也会导致手持终端的用户成为被消灭的目标，这个也会让马斯克的星链系统的用户将会遭遇到巨大的损失。